大家好，我是邱平，我现在在湖北恩施。自古以来，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，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。但是在湖北这个大山深处啊，有一个瀑布却能够倒流。我一开始听到这个消息是不敢相信的，因为正常情况下这是不可能发生的。但是传的有鼻子有眼，刚好呢，我又在这个恩施大峡谷附近，所以就来看一看，看看这个瀑布倒流是否真的存在。这个地方也是属于恩施大峡谷的一部分。在这种喀斯特地貌啊，大山特别多，所以可能就形成了很多地下溶洞。我刚才简单的问了一下当地村民，他说他们这一块地下暗河非常多，以前的水啊非常大。不过呢，由于今年很干旱，所以水流就相对来说小了一点。那特别是我们今天去看的瀑布啊，他说春天跟夏天那个瀑布啊，水流非常大，到了冬天就相对来说小一点。这个地方应该说属于大山深处的大山，它的公路硬化才大概4年时间。当地的村民说，4年以前的公路还没有现在我们走的这样路好，他们出去的话都是从前方那个翻山出去。那大概4、5年前路硬化好了，才好走一点。我今天开车过来也是走了很多盘山公路。上坡下坡，在云贵川以及湖北的西部啊，这种情况其实是非常正常的，就是山多路多弯。这农村真的很有意思。我们经常说吃大白菜，这个见过这种场景吗？这明显都是属于喀斯特地貌的，跟贵州那种很相像啊。这里一大块冰块，知道是怎么产生的不？这里一个水管，就是他们当地人从山洞里面接出来的自来水有点破损，洒出了什么水，就在这个地方结冰了。因为这个地方冬天还是挺寒冷的。这条河流中的水也是从大山里面出来的，不知道从哪个暗河里面涌出来的。我还在去这个瀑布的路上，大家听到这个瀑布倒流，是不是跟我一样不敢相信？一开始我也是如此。等一下呢，我们找当地的村民了解一下，让他介绍一下这个瀑布倒流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我刚才问当地村民，就是问路嘛，他们说这个瀑布倒流确实存在。我已经到了，这里还修了一个栏杆，主要是为了安全着想。下面就是真正的万丈深渊，大家看看对面那个绝壁，起码高度有600、700米，那个瀑布呢就在这个绝壁的最里面呢。这个地方是连接着恩施大峡谷，这里可能也是在开发，所以修建了一些栈道跟道路。下面是一条河流，应该算是恩施的母亲河清江，对面也有很多人家。走到湖北恩施这一块，不管哪座山都有人居住。那在这下面这条河流就连接着里面这一条，这个绝壁就像刀劈开的一样。那个瀑布就在这里。那这个瀑布倒流是怎么回事呢？我们简单跟大家说一下，就是大概在这个位置，我们刚才在里面看到一条小溪，以前是叫河流，今年干旱嘛，它水大的时候流下去就变成了一条瀑布嘛，因为这里垂直落差可能600、700米。那碰到有时候呢，瀑布尽管是往下流，但是啊，突然的时候这个水呢就往上冲，就跟我们经常看到的喷泉一样。它的高度听说能够达到100多米，那么这个雨水，这个冲到空中中，那肯定如果风一吹就会散开，在当地的村民啊，就可能感觉得到瀑布倒流的情况发生了。这种情况我在来之前查看资料，他们说一般是倾向于春天跟夏天，秋天和冬天比较少。那么这种是什么原理呢？很多人无法解释。这个地方它是真的有这回事啊，不是我造谣或者怎么说。首先，当地村民知道；另外呢，这个地方央视当年还出过纪录片。现在水比较小，所以说这瀑布的场景就没有那么明显。我们其实也发现哈，这上面的村民相当于也是那个住在一个悬崖上面，在恩施这个地方真的是神奇呀！你看。到处的绝壁，从我这里去对面看起来可能最多就1公里的距离或者2公里，但是你如果开车
你知道要多久吧？起码可能要2-3个小时，隔得太远了。在恩施经常有这样一句话：看到家，走到哭。你就这里很明显，我们在对面，比方说那些房屋是某一个人的家，看到了，但是你要走过去的话，走到哭。这个在恩施或者贵州那些比较偏僻的山区，感觉是很常见的事情。刚好我们遇到一位在这里生活的大叔，让他跟我们讲解一下这个瀑布倒流的事情。叔，这边的瀑布倒流是不是真的？是真的。它是怎么一回事啊？它是这么回事，它逢这个变天的时候，啊，无风暴雨的时候，它这个瀑布这个水全部就倒上来了，就往上涌一样的。往上倒上100多米。啊，你们以前也看过？看得多了。它是要下雨的时候，还是要什么时候？下雨的时候啊，逢变天的时候啊，平时就很难看得到啊，平时能看得到啊。对。那专家来有没有说是什么原因啊？专家没说出个原因啊，他也不知道什么情况，反正就一直有这个那个现象。有这个现象。那打个比方说，倒流，我们站的这个位置离那个瀑布可能100多米，那这个空中那个时候是不是也有点那个雨花下来一样？对呀。你像站在我们这个地方看的话，这个倒流冲起来100多米高。哦，就空中能看得到。对，空中能看得到。那是很神奇。那基本上多久一次会这个现象出来？像从3月份，到7月份，就主要是集中在这个时候。对，冬天就很少。冬天很少。哦，对，水小，这个就叫水大是吧？水大的时候。那是很神奇啊。对，因为正常情况不可能。我第一次听说这个事情，我也觉得不可能。后来很多人说传得有鼻子有眼，我就过来看一看。那这个是真的。那是很奇怪啊。很奇怪。你像到了春天的时候，我们这个地方的这个彩虹最好看的。哦，就是整个沿着瀑布上面还有彩虹出来。瀑布这个周围的那个彩虹。那可以。那你们其实有时候可以把它拍下来。今年水比较小啊。今年水比较小。今年出现这个倒流的现象多不多？很少。今年的雨水很少，下面的就是漩涡风它把它吹起来的。可能就是一个自然现象，像龙卷风一样把这个水流往上涌了。对，这样才出现瀑布倒流的情况。正常是不可能的。你像这个水倒流的时候，它的时间很长。就是说最低有个20分钟，它直接往上使劲的冲。最高有100多米是吧？100多米。哇，那很高啊。对，100多米。它除了那个水往上那个喷，当彩虹是一起出现的，还是隔一段时间出现？那就没有彩虹，它都是红变天的时候。你像四周围的这个树叶呀，什么这些渣子它都吹起来了。其实还是风力的作用，可能是。风力的作用。那它可能就有点像这样的哈。对呀。这样喷上来。可能还是风把它弄起来。对。那是很神奇。这位叔向我们介绍，之前有很多人来这里观察过瀑布倒流，也有一些专家，但都没有给出确切的答案。对，反正有专家来了，他就解释不了。对呀。听完这个大叔讲的瀑布倒流，是不是挺好玩？现在是由于这个水流很小，这个瀑布呢也显得很小。不过我们从这个痕迹也能看得出来，在春夏的时候，雨季的时候，这个瀑流还是非常大的。大家觉得这个瀑布倒流的现象存不存在呢？说是瀑布倒流，但是可以用科学去解释的。在上面海拔高，那么相对来说比较寒冷，而在谷底呢，它落差有600-700米，就温度稍微高一点。如果碰到风的话，那有一种暖流就能够把瀑布飘在空中的水汽往上吹，吹到半空中，由于是有冷空气，从而呢热冷结合，就变成了雨了。所以当地人说瀑布倒流大概就是这个意思。尽管说能够解释得出来，但是这种现象还是非常罕见的。如果下次有机会，春夏雨季的时候，我还要来看一看，看看真正的现象是怎么样的。